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读完《三国演义》，留在心里的不是司马懿的权谋，不是孙权的算计，而是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一个打仗几乎没赢过的卖草鞋的人，能让五虎上将死心塌地跟随一生？为什么曹操手握100万雄兵，挟天子以令诸侯，却到死都没能一统天下？告诉你，《三国演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军阀混战的权谋爽文，它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魏蜀吴三家表面上打的是地盘，骨子里代表的是3种价值观，是3种对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回答。听懂了这3种回答，你就听懂了中国人2000年来最深处的精神密码。而要看清这场实验，必须先搞清楚实验的环境。东汉末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书里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哪有什么虚无缥缈的大事？真正的问题只有4个字：阶级固化。那时候社会资源被一群叫门阀世家的人彻底垄断了。4世3公的袁家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些大家族兼并土地，垄断入市渠道，底层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所以黄巾起义爆发了。那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是什么口号，那是活不下去的人发出的绝望哀嚎。大汉帝国这座破房子就在门阀的贪婪和底层的怒火中轰然倒塌。废墟之上，3个男人给出了3份完全不同的答卷。我们先看实力最强的那个曹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曹操就是一位顶级大厂 CEO， 而且是彻头彻尾的结果导向型领导。他的底色是极致的现实主义。乱世刚开始的时候，别人还在乎名声，还在乎大汉朝的脸面，但曹操不一样，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在乱世里，道德是极其廉价的，只有绝对的力量和利益交换才是活下去的法则。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他在乱世里确立的个人生存宣言。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我手里的刀。但如果你以为曹操只是个冷酷屠夫，那就太小看他了。他之所以能从刺杀董卓失败的通缉犯一路打成北方霸主，是因为他做了一件颠覆时代规则的事，唯才是举。前面说了，东汉末年拼的是爹，想当官得看出身，得看道德名声。大量有真本事但出身寒微的人根本没有出头之日。这时候曹操站了出来，连续下了3道求贤令，对全天下喊：不管你是穷小子，不管你名声败坏，哪怕你有偷鸡摸狗的黑历史，只要你能打胜仗，能治国，我就给你官做。我不看你的道德，我只看你的 KPI。 这句话在当时的震撼程度不亚于投下一枚核弹。曹操是在向传统门阀宣战，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绩效至上的价值观。于是张辽、徐晃这样出身普通的猛将来了，郭嘉这种私生活有点问题但才华横溢的奇人也来了。曹操的团队变成了一家充满狼性文化的创业公司，官渡之战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人把这场仗看作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但从底层逻辑来看，官渡之战是曹操带领的寒门精英团队对袁绍代表的旧贵族集团的降维打击。袁绍那边
谋士天天为了家族利益互相扯皮，袁绍自己优柔寡断，曹操这边目标极其明确，执行力极其恐怖。许攸一投降，说出乌巢有粮草，曹操哪怕光着脚也要亲自带兵去烧。官渡一战，曹操一统北方，建起了三国中最庞大的魏国基业。在这个阶段，现实主义赢麻了。但是，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曹操的现实主义帮他打下了江山，也为他和魏国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当一个集团只讲利益，只讲实力，彻底抛弃道德和信仰的时候，它内部的维系纽带是极其脆弱的。曹操晚年想加九锡封魏王，遭到内部最激烈的反对。反对他最狠的，恰恰是他最信任的人荀彧。荀彧帮曹操规划了统一北方的蓝图，但他心里是有底线的。他帮曹操是为了匡扶汉室，当发现曹操要篡汉，荀彧彻底崩溃了。曹操怎么处理？送了一个空食盒，意思是你该上路了。荀彧服毒自尽，杀了荀彧，又杀孔融，杀崔琰。曹操举起屠刀，砍向了所有有道德信仰的人。从这一刻起，曹魏集团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利益共同体。大家跟着曹家干，不是因为忠义，只是因为跟着有肉吃。你体会到这种现实主义的可怕之处了吗？曹操亲手摧毁了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底线，他告诉全天下，只要实力够强，就可以欺负孤儿寡母，就可以改朝换代。他万万没料到，几十年后，有另一个家族完美复制了他的逻辑，而且玩得更绝，更没有底线，那就是司马家。司马懿看着曹操的所作所为，心里大概在冷笑：丞相，这可是你教我的。曹操用极致的现实主义搭建了最强大的帝国，却亲手斩断了保护子孙的道德护城河。他赢得了现在，却彻底输掉了未来。既然只讲利益有缺陷，那如果有另一套模式，大家互相制衡，精打细算，是不是就能长久呢？我们来看东吴。在《三国演义》里，东吴的存在感说实话挺尴尬的。论霸气不如曹魏，论情怀不如蜀汉。很多人觉得东吴就是一群人在江东苟着，时不时出来占点小便宜。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东吴的底层权力逻辑和另外两家完全不同。曹魏是曹操绝对控股的独角兽企业，蜀汉是以血本起家的兄弟合伙人团队，而东吴本质上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地方世家股份制公司。孙家从孙坚到孙策再到孙权，不是江东的绝对主宰，充其量只是被推举出来的董事长。这家公司真正的股东是江东本地的豪门望族。懂了这个底层逻辑，你就能看懂东吴在整部三国里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操作。东吴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以用6个字概括：精致的实用主义。什么叫精致的实用主义？凡事不谈理想，不谈主义，只算经济账。做任何决定之前，先列个表，算好投入产出比，有性价比就干，没有就拉倒。这套价值观的第一次极限大考就是赤壁之战。建安13年，曹操挥师南下，东吴朝堂炸开了锅，以张昭为首的文臣集团齐刷刷站出来劝孙权投降。传统叙事里把这帮人描绘成软骨头，
但你以为张昭是傻子吗？不，张昭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是在用纯粹的实用主义算账。他心里想，打赢的概率极低，就算赢了江东，也是生灵涂炭，那是4大家族的家底，亏本。投降呢，曹操来了，治理江东依然得依靠本地世家。对于张昭这些人来说，只是换了一个 CEO， 荣华富贵一样都不会少。发现了吗？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底色。在绝对实力面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一旦冲突，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保全自己。所以诸葛亮后来舌战群儒，骂的表面是不识时务，骨子里骂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全是一群只盯着自己1亩3分地的精致算计者。这时候，年仅26岁的孙权面临人生最大的考验。幸好他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少壮派军方代表周瑜。孙权拔剑砍掉桌角，大喊：再有言将者，如同此案。这一剑不只是砍给曹操看的，更是砍给那些江东世家看的。他用强硬姿态把这帮实用主义者的利益强行和自己绑定在一起，不想打也得给我打。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把大火，赤壁之战东吴赢了，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东吴在三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逆风翻盘。但赤壁之战后，东吴的实用主义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变成了束缚他们一生的守城者困局。大家想过没有？赤壁打得曹操那么惨，周瑜又拿下了南郡，为什么东吴就是打不过长江，永远无法饮马黄河？每次孙权带10万大军去打合肥，都被张辽几百人打得满地找牙。难道东吴的兵真的那么弱？不是兵弱，是心不齐。对于江东世家来说，把曹操赶过长江保卫家园是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愿意拼命。但如果孙权要带兵北伐去打中原，对不起，没兴趣。打下中原对江东世家有什么好处？打仗是要消耗钱粮，死伤私兵的。这种只长名声不长实惠的买卖，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是绝对不干。所以东吴打防御战、打水战天下无敌，一到江北打进攻战，立马变成一盘散沙。整个东吴的战略视野被死死锁在长江以南。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发展到极致，就催生了三国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的一次军事行动——白衣渡江，背刺关羽。建安24年，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把曹操打得人仰马翻。这时候，按理说蜀汉和东吴是盟友，应该趁机两面夹击曹魏，这才是真正的战略格局。但东吴怎么干？孙权和吕蒙一合计，关羽要是把曹操打趴了，刘备一家独大，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再说荆州就在旁边，关羽主力都在樊城，后方空虚，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吕蒙让士兵换上白衣，假扮商人，悄悄渡江，兵不血刃端了关羽的老巢。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身首异处。从战术层面来看，这一仗极其漂亮。从短期利益来看，东吴拿下了整个荆州，巩固了长江防线，性价比极高。但从大历史的宏观战略来看，这不仅是一次无耻的背叛，
更是一次极其愚蠢的短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南方两股势力开始了漫长的内耗，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真正撼动北方曹魏。东吴为了眼前的荆州，亲手葬送了三分天下北伐中原的最后希望。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悲哀。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每一步都要计算得失。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算，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格局，失去了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孙权晚年彻底陷入疯狂，引发残酷的二宫之争，逼死名将陆逊，大肆屠杀当年功臣。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江东世家经过几十年繁衍，势力已经大到完全架空了孙家这个董事长。孙权想用杀戮夺回权力，但这只不过是这个实用主义集团走向腐朽前最后的挣扎。东吴这家公司因为算计而苟活，最终也因为算计而平庸，熬死了曹魏，熬死了蜀汉。最后在西晋大军南下的时候，当年的江东世家再次发挥了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直接开城投降。历史就是这么讽刺。那么在这个曹魏讲究冰冷现实，东吴充满精致算计的黑暗时代，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一个看似虚无的理想撞个头破血流吗？有，这也是《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伟大史诗的原因。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南的崇山峻岭，去看那个卖草鞋的落魄皇叔，去看那个死守荆州的红脸汉子，去看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倒在秋风五丈原的千古名相。让我们走进三国里最催泪也最浪漫的篇章——蜀汉的极致理想主义。前面讲了曹操的现实主义和孙权的实用主义。说实话，在这两种冷冰冰的生存哲学里，乱世的普通人是极其绝望。要么是可以随意牺牲的 KPI， 要么是随时可以被交易的筹码。但只要是中国人写的故事，骨子里就永远不会缺少一种东西，那就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在这个充斥着背叛、屠杀、算计的黑暗森林里，罗贯中硬是撕开了一条裂缝，让一道光照了进来。这道光就是蜀汉。蜀汉这家创业公司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和其他两家完全不同，它靠的不是强权，不是利益绑定，靠的是信仰。我们先看他的创始人刘备。如果把刘备的简历放到今天，那绝对是一个经典的屌丝逆袭剧本。一个卖草鞋的没落宗室，带着一个卖绿豆的和一个杀猪的，三个人在桃花树下磕了个头，就敢说要去拯救天下。刘备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只能用4个字形容：惨绝人寰。打了大半辈子仗，几乎没赢过，被吕布打，被曹操打，老婆孩子弄丢了好几次，四处流浪投靠别人，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轮了个遍。别人创业是奔着敲钟去的，刘备创业感觉就是专门找地方挨打的。这时候如果你是他身边的谋士，肯定会劝他，老板别折腾了，要不踏踏实实给曹操打工算了。但刘备没有，别人都在抢地盘、抢人口、抢钱粮，刘备在抢什么？他在抢一样当时看来最没用，实际上最无价的东西——人心，或者说大义。建安13年，曹操大军南下，刘备不得不放弃樊城向南撤退。
这时候发生了三国历史上最震撼也最违背军事常识的一幕：携民渡江。10几万老百姓扶老携幼，非要跟着刘备一起逃难。10几万人的队伍一天只能走10几里，身后是曹操以一天300里狂飙突进的虎豹骑，手下人都急了，劝刘备快扔下百姓自己跑。但刘备说出了一句震古烁今的话：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吾何忍弃去？朋友们，这就是刘备的底色，这就是他颠沛流离半生，关羽、张飞、赵云依然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在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有人偏偏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在一个连皇帝都可以当傀儡随意拿捏的时代，有人偏偏要守着那份仁义不放。这种看似愚蠢的执念，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古典浪漫。但理想主义的浪漫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在刘备称帝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221年，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蜀汉命运的转折点——夷陵之战。东吴背刺关羽，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消息传回成都，刘备疯了，张飞也疯了。随后张飞因为情绪失控，鞭打士卒，被部下暗杀。此时刘备刚刚登基，蜀汉迎来历史最高光时刻，但同时也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战略决策。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最有利的选择当然是忍气吞声，曹魏才是最大的敌人。虽然丢了荆州，但蜀中天险还在，应该稳住阵脚，重新和东吴结盟。就连最聪明的诸葛亮和赵云都在死劝：主公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为了国家利益，这仇咱不能报。但刘备听了吗？没有。他倾举国之兵顺江而下，要去讨伐东吴。刘备真的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变成昏君了吗？不。如果你看懂了蜀汉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刘备必须打这一仗。这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大家想想，蜀汉这家公司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不是靠军功，不是靠分钱，是靠那年桃花树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是靠以义合伙的兄弟情分。如果现在2弟被人杀了，3弟被人杀了，我刘备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连屁都不放，还要去跟杀我兄弟的仇人握手言和，那我一直标榜的仁义算什么？蜀汉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如果连兄弟都可以出卖，蜀汉和随时准备背刺盟友的东吴，和随时准备杀功臣的曹魏还有什么区别？所以明知打东吴在战略上是错的，明知这可能断送蜀汉基业，刘备毅然拔出了剑。朕不为帝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是刘备作为一个帝王最不理智的决定，但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哥最伟大的绝唱。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刘备大败，退守白帝城。蜀汉的精锐部队和中生代将领在这一仗中几乎损失殆尽。1年后，刘备在白帝城凄凉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把一个千疮百孔的蜀汉托付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接过理想主义的接力棒，完成三国历史上最悲壮、最令人意难平的收尾，他就是诸葛亮。
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面对的是真正的地狱开局。外面魏国和吴国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叛乱，益州本土派蠢蠢欲动。这时候的蜀汉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倾覆。但诸葛亮硬是凭一己之力把这艘破船修好了，平定南中，恢复经济，重新与东吴结盟。等国家稍微喘了一口气，诸葛亮做了一个决定：北伐。很多人不理解，蜀汉那么弱，曹魏那么强，魏国实力是蜀汉4倍以上，诸葛亮为什么非要6出祁山9伐中原？狗在四川盆地好好搞经济不好吗？如果诸葛亮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当然会选择苟着，但他不是，他是全天下最孤独、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诸葛亮出兵前写下了那篇感动中国人近2000年的《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今天下3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太聪明了，他比谁都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他更清楚，如果比拼消耗，弱小的蜀汉最终一定会被庞大的魏国拖死。王爷不偏安，如果不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蜀汉迟早是死路一条。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他对刘备的承诺里。20年前，在南阳的茅草庐里，那个卖草鞋的落魄大叔拉着他这个27岁年轻人的手，红着眼睛说要匡扶汉室。他被感动了，给出了那份名叫《隆中对下》的惊世企划书。20年过去了，大哥走了，二哥、三哥走了，当年一起创业的元老快死光了，那个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梦想似乎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笑话。但诸葛亮不想放弃，别人都嘲笑他螳臂当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用生命去兑现当年对一个知己的诺言。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时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54岁的他已经病入膏肓，坐在4轮车上遥望着魏国大营。对面的司马懿就像一只狡猾的老乌龟，死死缩在壳里，因为司马懿知道，只要拖下去，天命就不在蜀汉这边。诸葛亮难道不知道吗？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魏蜀国力的悬殊，知道自己寿命将近，甚至知道自己注定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他依然选择了抗争。他明知道这终究是一场大梦，但他偏偏要在这必败的结局里燃尽自己最后一点星火。这就是中国式的古典悲剧，不问成败，只问苍生，只信本心。一阵秋风吹过5丈原，吹灭了那盏代表大汉最后希望的7星灯。诸葛亮死了，伴随他的离去，那个充满极致忠义、极致浪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时代也随之宣告落幕。随着诸葛亮的兴落，属于天才和英雄的时代彻底拉上了帷幕。我们回望这几十年的天下大乱，曹操用极致的现实主义打破了阶级固化，建起了最庞大的魏国。东吴世家用精致的实用主义守住了江南半壁江山。刘备和诸葛亮用浪漫的理想主义燃烧生命，留下千古绝唱。这3家无论你喜欢哪一家，你都必须承认他们都是有追求的，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秩序。
但历史跟所有人开了一个巨大的、极其恶毒的玩笑，笑到最后的，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把这三者的底线全部击穿，代表着绝对虚无与精致利己的终极怪物。司马家族司马懿这个人在三国前中期一直在苟着，他活活熬死了雄才大略的曹操，熬死了精明强干的曹丕，熬死了英年早逝的曹睿，甚至把老对手诸葛亮也耗死了。很多人把司马懿的成功归结为隐忍和聪明，但如果我们看透了权力的游戏，你就会发现他真正的必杀技根本不是绝顶的智商，而是彻底抛弃了作为人的任何道德底线。曹操虽然心狠手辣，但曹操至少还要脸，一辈子都没敢称帝，还得顾及大汉丞相的最后体面。但司马懿呢，他把曹操当年踩在脚下的道德底线又往下狠挖了10000丈，直接挖穿了地心。这一切的集中爆发就在公元249年，中国历史上极其恐怖也极其恶劣的一个转折点——高平陵之变。那一年，司马懿趁着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爽陪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突然在洛阳城发动政变，控制京城。当时曹爽虽然是个草包，但手里有皇帝有兵权，如果他号召天下兵马跟司马懿死磕，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这时候司马懿干了一件极其骇人听闻的事，他派出所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降曹爽，并对着洛水发下毒誓。在古人的世界观里，对着天地山川发誓是极其庄严的。司马懿指着洛水说：“我对天发誓，只要你曹爽交出兵权，我绝对不伤害你，你还可以安安稳稳做你的富家翁。”曹爽这个天真的草包相信了，觉得大家都是世家大族，你司马懿好歹是4朝元老，对着洛水发了毒誓，总该讲点信誉吧。于是曹爽放下武器投降了。结果呢，曹爽刚一投降，司马懿立刻翻脸，不仅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曹爽，直接诛灭了他的3族，手下党羽也全部满门抄斩，牵连多达7000余人。整个洛阳城血流成河。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常规操作。高平陵之变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古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和信任底线。以前的人打仗争权，好歹还有个规矩，杀降不武，祸不及妻儿。但司马懿通过洛水立誓，然后疯狂屠杀，向全天下宣告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潜规则：誓言就是个屁，道德就是用来骗傻子的。只要能赢，你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毫无廉耻心。司马懿赢了，但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这天起，《三国演义》里那些关于英雄惺惺相惜、一诺千金的故事全部死绝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和比谁更不要脸的极度内卷。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家建立的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被后人瞧不起的朝代，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极度背叛和极度虚无之上的政权，没有任何道德合法性。晋朝建立后没多久，就陷入了极其荒唐的八王之乱，紧接着是神州陆沉的五胡乱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长达300多年的至暗时刻。但历史的余晖中，偶尔还会有一丝不屈的闪光。就在司马家彻底掌控局势，三国走向终局的时候，
在西南的间隔栈道上，还有一个人在进行着这场大梦中最后悲壮的挣扎，他叫姜维。诸葛亮死后30年，魏国大军兵临成都，蜀后主刘禅选择开城投降。蜀汉灭亡了，所有文臣武将都放弃了。但远在剑门关前线的大将军姜维不肯降，他看着手中那份投降的诏书，那是丞相当年死死守护的国家。姜维拔出剑，愤怒地砍在石头上。为了复国，他假意投降，借魏国将领钟会之手，试图挑起内讧，在绝境中寻找那1/1000的翻盘机会。他给远在成都的刘禅写下了一封极其催泪的密信，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但奇迹没有发生，兵变失败，姜维被乱军包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蜀汉最后的守护者仰天长叹：我计不成，乃天命也。随后拔剑自刎。姜维的死意味着那团从桃园结义开始燃烧，在赤壁之战中燎原，在五丈原的秋风中摇曳的理想主义之火彻底熄灭了。随着蜀汉灭亡，腐朽的东吴也很快在西晋大军面前低下了头，3分天下最终全部归了司马家。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是一个令人无比绝望的结局。小人赢得了天下，英雄变成了白骨。但是朋友们，当我们合上《三国演义》这本书，在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到底记住了什么？我们记住了司马懿的落水为誓吗？我们记住了晋武帝后宫3000佳丽吗？不，我们脱口而出的永远是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是赵子龙的单骑救主，是关云长的千里走单骑，是张翼德的血战长坂坡，是周公瑾的羽扇纶巾，是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三国演义》这部书真正的伟大之处。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或许会被卑鄙者用权谋短暂窃取，但历史的丰碑永远只为高尚的灵魂而立。司马家赢得了肉体上的天下，但刘备和诸葛亮赢得了中国人2000年来精神上的天下。在这个看似冰冷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东西是刀剑无法砍断，是权谋无法算计，是岁月无法掩盖的。那就是人类对于忠诚，对于道义，对于知己，对于梦想的极致浪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梦一场。这就是三国。朋友们，如果你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恰好认真听到了这里，那说明我们之间有着极深的缘分。如果你也曾在这些英雄的故事里感到过一丝热血沸腾，哪怕只有一瞬间的眼眶发热，请在评论区打出青山依旧这4个字，当作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暗号。也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收藏，把这篇文章放进你的收藏夹。当你被生活中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翻出来再读一遍，去感受那份跨越1000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古典浪漫，去看看那团在五丈原秋风中燃烧过的火，它一定会重新赋予你前行的勇气。愿屏幕前的你在看透了现实的残酷之后，依然能拥有一颗热烈不屈的赤子之心。